大家好，之前的话我做过一个视频，是讲中国 PayPal、香港 PayPal、美国 PayPal 的一些使用上的区别。那么其实大体上都差不多的啊，但是很多朋友呢还是想了解一下，包括在我底下留言啊，特别是最近老有人问我这个关于转账的问题啊，他们就是可能想利用这个 PayPal 来转账啊，实现这种跨境汇款啊这种方便需求。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啊。本身 PayPal 是作为一个商业收款工具，它是作为做生意用的啊，等于说是交易的付款，它本身要收手续费的，这手续费还是很贵的。单笔交易的话，本身有个固定费用，比如说可能扣个0.25美金或者说0.55美金的单笔费用，无论你交易多少钱都要扣这个钱。还有的话就是要一个费率啊，就是3%几、4%几都有可能啊。它这个根据你每个月收款的额度变化的。你收的多的话呢，肯定给你便宜一点啊。如果说收的少的话，它就比较贵一点。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虽然说成本也高了啊，还有一些朋友想破这个5万美金额度的便利化额度啊。5万美金额度，说实话是便利化额度啊，不是说一定只有5万美金。这个是汇兑业务，也不是说转账了啊。转账的话，其实如果说你大额转账转1万美金到 PayPal 然后付款的话，那 PayPal 绝对会帮你审查啊，因为本身 PayPal 就是做商业工具的，不是专门做转账的。那么有个朋友问啊，请问美国 PayPal 如何转人民币啊？不想使用5万美金额度的前提下，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就问的就很乱啊。首先的话，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话，如果说没有美国的税号，没有美国的 SSN 或者 ITIN 的话，我建议不要注册美国 PayPal， 否则的话很容易被冻结啊。它的理由就是你不符合注册资格啊，就是这个资格都不符合，直接把你封号啊。以前的话是可以注册啊。还有的话就是转人民币啊，怎么转人民币？其实是转不了人民币的啊。比如说你美国 PayPal 里面钱本身就是美金的币种，你怎么转人民币呢？除非你付款到你中国 PayPal 里面，但付款过来的话，你又要手续费了，手续费还得很高昂呢。那付过来之后呢，你到中国 PayPal，你再提现到银行卡上的话，又要付钱啊，又要付个这个国际电汇费。括号里面是不想使用5万美金额度的前提下啊，这个的话5万美金额度很多人会搞混啊。5万美金额度是便利化额度，只能说是你把美金换成人民币或者人民币换成美金是个转换过程的这5万额度，就是转换啊，不是说你这个一定要转账啊。转账的话额度它是受限是另一套方法。那么下面他还跟我回复了一下啊，说比如说美国 PayPal 不是绑定美国的银行卡吗？美国银行卡的里面的美金怎么转到国内呀？那很简单嘛，你美国银行的卡的钱，你通过国际电汇转账不就可以转到国内了吗？你不需要通过 PayPal 转账 ，PayPal 那个是只是收款工具啊，不是转账工具啊。银行本身就有这种国际电汇功能的，没有一个银行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只要这个银行不被制裁，都有这个 SWIFT 转账功能。第二点的话，他说就是在不使用外汇额度的前提下，外汇额度是购汇或者说换汇啊，这个额度不是说转账额度，就是你把美元变成人民币，人民币或者变成美元啊，这个是5万美金便利化额度。注意便利化啊！如果说你确实有需求的，比如说你留学啊，钱不够花了，你只要提供证明啊，是可以获得更多的额度的。后面他说，因为我听说中国 PayPal 可以用派安银不占外汇额度啊，美国 PayPal 可以绑定派安银吗？其实派安银能不能绑定，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绑定的，但是我之前没用过，我有派安银的卡，但是我没有用在 PayPal 上啊。理论上是可以绑定的啊，派安银也是个卡嘛。那么派安银的卡会不会占用外汇额度呢？我觉得不会的啊。派安银的卡发卡方就不在于国内，发卡方就在国外。然后你这张卡拿到中国来去使用的话，你在 ATM 机取款的话，它肯定是不算是在这个5万美金额度里面的。即使你中国的卡片啊，中国的银行卡啊，到中国银联的卡，在海外取款，它也不算在5万美金的额度里面的。我之前做过视频啊，就银联在海外取款的话，是一天大概是1万人民币，一年的话是10万人民币等额啊，它是有另外一套系统的。所以说呢，转账呢最好的话就是还是利用银行转账啊。昨天我介绍了一个熊猫数汇啊，熊猫数汇
听上去好像不是银行是吧？其实熊猫数汇背后还是这银行在操作，它只是一个信息中介方，只是说这个银行呢不是工农中建啊，只是那个天津的金城银行，所以说呢，熊猫数汇把它做成一个产品啊，类似于啊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小的房地产开发商。他自己对销售能力比较不强，然后他希望你做成一个产品，那么我们跟你合作，你帮我拉客户，然后呢，操作的话还是我们走银行渠道操作，都是正规合法的啊，这个还是可以的。那么转账这块，我觉得 PayPal 大家完全不要转账了，不要拿转账了，而且呢，PayPal 中国 PayPal 转中国 PayPal 是转不了的啊，是受限的。中国 PayPal 你转账国外的话，只能转账到非中国大陆地区的 PayPal 啊，你中国 PayPal 转香港 PayPal 是可以转账的。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觉得一般人其实现在没有必要去注册美国 PayPal 啊，你注册中国 PayPal 完全在使用上问题不大啊，除了你做一些海淘，然后怕被砍单啊，其他的话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另外，如果说你用香港 PayPal 的话，香港 PayPal 如果说你收美金的话啊，它这个提现是这样子的啊，香港 PayPal 收美金，收到美金之后。你要提现的话，基本上也就提到这个美国好像也可以提啊，提到香港的话是免费提现的，但是免费提现的前提是你把里面的美金要转换成港币，在转换港币的过程中呢，你这汇率PayPal的汇率是比银行要黑一些的啊，要黑一些的，等于说呢没有银行划算啊。那么如果说你是做一个跨境电商人，然后你用中国 PayPal 去收款的话，其实问题也不大的啊，而且中国 PayPal 收款的话，如果说你做的这种生意是没有侵权的啊，正规合法的，完全没问题的，你在里面可以做个备案，里面有个叫跨境保收款的，而且是可以零手续费收款，而且还不占用外汇兑换额度。比如说你收了5万美金啊，然后你转换成人民币，这转换过程中不是要占用这个额度的吗？它这个跨境保收款是可以不占用这个额度的啊，所以说这个比较方便。只是说呢，你要备案啊，把网址输进去，然后做什么产品，做什么内容，这些东西的话，你就 OK 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做跨境电商的话，没有必要去用这个美国 PayPal 啊，不需要。而且呢，美国 PayPal 呢，经常呢冻结这个冻结那个啊。如果说你没有税号啊，即使有些人有税号啊 ，ITIN 的也会被冻结啊。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各位用中国的 PayPal， 或者说你自己所在地区的 PayPal 啊。那么香港 PayPal 的话，我刚才说了嘛，就是如果说你收美金的话，你还是要付一笔这个汇率上被坑一下啊。那提到香港银行之后啊，虽然说这个是零手续费提到香港银行的，那香港银行的钱你要搞回大陆的话，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又要想办法了，又要从转账了啊？所以说呢，如果说我觉得你是属于中国大陆居民的话，那我觉得还是用中国 PayPal 得了啊。